注意看，在新疆街头，一名男子居然可以插在空气，悬浮在半空中。现场观众看的是目瞪口呆。其实原理很简单。接下来呢，我用手中这根华子给大家做一个示范。注意看，我将它丢在地下，没有任何支撑物。我打一个响指，它就可以慢慢的动了起来。最后呢，慢慢可以悬浮在半空中，就像那个小火一样可以悬浮。而且它可以根据我的手势慢慢的往下悬浮。接下来我让它往上漂浮，它就可以往上。神奇的是，它可以穿过手中的圆圈，证明没有任何支撑物。这个魔术呢，非常适合跟朋友吃饭聚餐的时候表演。最后还可以慢慢飞在自己的嘴巴，360度无死角，不是剪辑，也不是特效，这招非常的神奇。过来，这个这么简单，你这样子拍片给你看吗？你先拍一遍给我看看，我拼你看啊，你看好了啊。哎，来，看会了告诉我啊。转一下，还要转一下，我的妈呀！必须要转一下。来，看会了没？这个太简单了，不就一个机子呗？见到没？到了啊！我只要20秒就把你拼来，20秒啊！计时啊！开始。等一下看怎么打脸的啊！哎，一看就会，一拼就会。兄弟，你试试啊！对，哎，特别像。那把那个搬过来，把那个搬过来，对，哎，这简直词汇的对。啊！啊！不要打扰我的思路，不要打扰我的思路。来，换边。对，没有，等一下你来，没关系啊。你拼会了，你再指导别人。再把那个移过去。再把那个移过去。来，你听这个大姐的看看，有哪句了？哎，一共就4块板，你怎么移？对了吗？啊？刚才把不对了吗？对了吗？我谈不着，就10几秒了。加油啊！最后10秒钟。刚才对了吗？刚刚这个说不是10秒。对啊，你不说10秒吗？啊，这不对，不对，时间到啊！不行，你再来一次。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4巧板拼图的时候呢，把我都惊呆了，朋友们，因为它可以拼成100多种图形，可以看一下，而且只用到4块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挑战一下拼这个 T 字形，看一下到底能不能拼成功。为什么看别人拼起来很简单，自己拼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朋友们怎么去拼它都不对劲，对不对？你看把这个拿过来，它也是不对的，对吧？你总感觉少了一块。如果说你把这块呢放在这里，朋友们，你看也是不对的，对吧？把这块呢放在这里，它也是不对啊。有些朋友呢就会觉得别人换了一块，长了一块或者怎么样，其实并没有，永远只有4块。要不然说这个4巧板为什么会这么奇妙了，对不对？这么神奇。那么其实呢，我们只需要换位去思考一下，朋友们，我们不要永远想着了，去把这个空的地方给它补起来哈。你看我这样斜着去拼它，你看朋友们，它是不是立马就拼出来了？看到没有，朋友们，就是特别的像了，看到没有，朋友们，一个 T 字形呢就直接的拼好了。那有些大哥就会觉得这个也太简单了，我一看就会。朋友们，这样啊，我在这100个图形里面随机的挑选一个，看一下你能不能想到。当我在挑战拼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思考一下，比如说82号，来我们来挑战一下，像一个向上的一个箭头哈。来，我这个时候把它打乱了，你是不是当场又懵了？朋友们，这样哈，我们来照着它来拼，好吗？朋友们，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先把这个箭头呢给它做出来，好吗？上面就已经完成了，82号照着它来拼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拼下面，朋友们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哈，下面呢我们就拼不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，朋友们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无论你怎么去拼呢，你感觉来又不对了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同样的，它非常考验我们人的逻辑思维能力，朋友们。好，我们这个时候呢把它翻一下哈，朋友们，这样我们不要把大的啦放在上面了，我们把小的啦给它放在上面，我们看一下行不行？把这个啦给它掉个头，对吧？我们就换位思考一下，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想到了？你看像这个样子去拼它。朋友们，好，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到是不是又非常的完美，又特别的像哈？你看82号马上就挑战成功。当你去拼这个时候呢，你发现你又懵了，朋友们，明明看得很像了，为什么这里又缺了，又不对了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所以说看似简单，实则它非常的具有挑战性，还是不对。那这样哈，朋友们，我们再想办法，再把它移一下，这样好像也是不对的啊。这样如果摆在这里也不行，那么这个时候把它调换一下，看一下行不行啊，朋友们？调换到这个位置哈，你看
哎，感觉还是不对呀，朋友们，对吧？那么这样哈，我们再次呢把它调换一下，哎，这个位置刚好好像跟这个位置是平衡的，看到没有，朋友们，完全是相像的，所以说我把它对齐了这里。好，那么这里哈，朋友们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呢，哎，刚好有一个角，刚好可以补在这里，你会发现呢，补上去之后就刚好非常非常的完美，朋友们看到没有？82号直接就挑战成功了，是不是特别的奇妙？朋友们可以带着家里的老婆小孩一起去挑战，非常的有意思，它非常的益智烧脑，还可以锻炼动手能力哈，开发小孩的智商都是非常不错的。它可以拼成100多个图形，朋友们，你能挑战成功几个了？左下角有同款哦，抓紧去挑战吧。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，将瓶盖放进杯子里面，拿在左手，注意看，瞬间穿越，他绝对惊呆了。那么怎么做的？有个技巧哈，我接下来给大家出一个详细教学。首先准备2样东西，瓶盖跟玻璃杯、高脚杯都是可以的。那么除了这2样，还需要用到这个魔术师专用的戒指，看到没有？带有很强的磁力，甩都甩不掉。表演的时候随便戴在任何手指头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把这个瓶盖放进去。将它倒在左手，你真的以为倒过来吗？其实你倒的时候是将瓶盖这个戒指啊靠近这个玻璃杯，所以看起来就像倒在左手，其实并没有，看到没有？从正面角度观众是看不到的，其实被戒指吸住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假装把杯子放进观众的手掌，或者是放在桌子上，拍的时候呢，移开这个戒指，它就有一种穿越的现象，而且还可以这么玩，放进去拿在左手，注意看，直接穿越凳子，非常好玩哈！喜欢同款戒指的可以去冲一冲哦。要不是亲身体验，我根本不敢相信中间的圆环竟能拿出来。这是一道跨越1000年的拓扑学空间谜题，从古流传至今，极少有人能明白这其中的原理。倘若不假思索，直接拿着圆环从两端寻求出路，显而易见，无论是上面还是下面，圆环的尺寸根本不足以从菱形木环通过。稍微聪明点的可能会想到，菱形环中间是空的，圆环只要围着树枝绕一圈，不就取出来了？可尝试后就会发现，由于绳子太短，圆环根本无法从开口进入，真是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呀！看到这里，想必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事情。然而很多时候，我们都是被事物的表面束缚了头脑。只要我们能灵活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，持之以恒地去探索和尝试，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也将成为可能。请您看好了，当圆环置于绳子中心时，左手保持不动，旋转右手菱形环180度，此时圆环就会处于这个交错处。接着将开口穿进圆环的中心，再缓缓向前推进。当2个菱形木环完全重叠并拢时，一个通道便悄然出现了。最后拿起圆环，从上方开口成功取出。此时可否来点掌声？